树回春，什么都可能。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我心的沸腾，害怕你的我，点燃使命的火。如果真的离开，你会跟我一起走？你们要走了？要不要一起吃饭？哦，好啊，有什么好介绍？不如我们点一份辣椒螃蟹吧，我知道你很喜欢吃的。他戒辣了。是啊，我现在口味比较清淡。我听说这里的鱼很新鲜，豆腐挺好吃的，对吗？好啊，就这样，谢谢。你还是保留这个习惯吧。你以前还笑我太洁癖，我现在不敢了，我也被你影响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你看，凯凯很可爱啊。是吗？看一下。这肉有什么特别？怎么蒸着吃啊？这肉啊是从日本进口的，师傅特别烹煮的。是啊，有菜有肉，营养才会均衡。我又不是饿了几天，我自己来。哎，你们也吃啊？来来来。啊。我送你回吧。我比较顺路，我送你吧。我已经叫车了。哎，我的车来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以为你回了。我叫的车被取消了。哦，这样子啊，上车吧，我送你回来。不要犹豫了，早点回去，好好休息，明天才有精神上班的。好吧。马德，你回来啦？是啊，我去买东西。听说啊，这个能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手脚麻痹，很适合你啊。你工作的时候整天站着还走来走去，也适合你。你跟我一起吃。嗯。对了，刚才是 Dr. 朱送你回来？不是。哎，那个男的是谁呀？Dr. B， 他在追你。他只是顺路送我回来，你想多了。一个男人如果对你没有意思，就算住在隔壁，也不会送你回家的。他对每个人都这么关心的。Dr. 朱也很关心你的，他还替阿伯看病，做到这么明显，你还看不出来啊？现在有2个男人同时追你，你有的选择就要好好的把握。我现在只想好好照顾紫薇，只要她健康开心，我就满足了。小孩很快就会长大的，等你老的时候才来找对象，已经没有 market 了。怎么说都好，人
总要有个伴，不要像我，没有老公，有儿子等于没有儿子。马德，你就像是我的女儿，我真心希望你好，好好考虑，早点休息。浩南，你不是还在 MC 吗？干嘛会回来？我听说 Dr. Wan 还没做完 Dr. Chu 交代的报告，就想帮他做点 research 咯，当做是赔罪。你这样怎样打？我来帮你吧。哇，好热心哦，帮忙翻书啊？我帮忙翻书好过你整天让人翻白眼。最厉害的是我，搞到 Dr. Wan 跟大家翻脸，到现在都找不到人。你们还联络不上 Dr. Wan？我看这次真的踩到他的尾巴了。我真的不明白，父子之间能有什么仇恨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他一定是有他的理由。说不定我姐知道什么，等她回来我才问她吧。干嘛？见鬼啊！你有见过这么帅的鬼吗？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去了哪里？我们找你找了很久哎。是啊，我知道我很有魅力，你们也不需要这么想念我的。对不起 ，Dr. Wan， 之前是我自作主张，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。我知道说再多的对不起也没有用。那我现在已经帮你做报告，当做补偿你的精神损失哦。王哥，你大人就不计小人过了，不要生气啊。什么时候跟他这么熟啊？好过你一点表示都没有。想要吃什么我请。哇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这么道歉啊！你的诚意在哪里？大不了我亲自下厨可以了吧？你这个乱煮一通的人，亲自下毒就有。仁惠，借我你家厨房，我要证明给他看。算了，我可不想拿我自己的胃来开玩笑，更不想看你炸掉人家的厨房。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喂，有人要死了！有人要死了！快点，快点，他要死了！安哥湾，怎么了哈？没事没事。他一整个晚上都是这样，咳到啊，那个肺啊都要烂了，枕头啊到处都是血，好吓人啊！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啊！他儿子呢？叫他儿子出来啊 Dr. Wan 现在很忙啊。安哥湾，我安排其他医生帮你看好不好？什么其他医生？他就是要来找他儿子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要是他找不到他的儿子啊，他做鬼啊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如果要找人的话，应该去警察局。如果不知道在哪里，我可以帮你报警。安娜，爸爸只是想看看你。安哥，这里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我。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大吵大闹，那医院不是很忙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你对不起的人多的是。你看看这里的每一个人，都被你吓着了，那你是不是应该一个个道歉？不过即使你道歉了，人家也未必会原谅你。喂，你怎么这样说话呢？他怎么说啊，也是你老爸嘞，你不怕天打雷劈啊？心虚的人才怕，我问心无愧。要批也轮不到我。如果你们两个不是来看病的话，就马上回家吧，不要妨碍其他的病人看病。爸爸知道我欠你的这辈子还不了了，下辈子我一定还你一条腿一个肾。爸爸对不起你啊！让开让开，赶快疏散病人。先送他去 OR 吧。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有感觉头晕或者是想吐吗？他的肺部比之前来的严重。OK，Mr. Wan， 之前给你的药有吃吗？反正都要死了，吃不吃都一样。你做什么的？我做木工的。有没有抽烟？他的室友有抽。OK，Mr. Wan， 你的工作跟生活环境都接触很多有害物质，长期下来会影响你的肺功能的。我帮你做一个详细检查，好不好？
这是我的报应，你们就不用管了。我知道你很在意 Dr. Wan， 如果你想要他原谅你，你更应该把身体养好。你自暴自弃不是办法的。他是不会原谅我的。你们两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他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我害的。如果我不带他出去，他就不会遇到那场车祸。伯安的妈妈怨我害儿子跛脚，带着儿子离开了。他过世之后，我才敢找回伯安。我们父子相处得很开心。伯安知道我有肾病，还主动捐肾给我。护士小姐，住在这个房间的 Mr. Wan 去了哪里？我们刚刚也是在找他，保安说看到他搭的士走了。走了？对，我在他房间找了这个。这几张照片都拍到他瞳孔有白光反射，应该不是巧合。他的症状不太明显，我之前看那些照片都是凭我的直觉，所以才需要你多拿几张照片让我看一看。那你觉得他是什么情况？很可能是白瞳症。正常的情况下，闪光灯能直接照射进眼底的血管。所以这些照片上所看到的瞳孔都会有红光，可是，一些病变会阻碍反光，所以这类的病患者的瞳孔会反射出白光，这就是白瞳症的症状。我听说过这样的病人，查了之后才发现是假白瞳症。不排除会有这种可能，有很多眼疾都会引起白瞳症，就像先天性白内障、硬化性眼内炎，或者更严重的视网膜母细胞瘤。所以呢，一定要赶快找他来检查，才知道进一步要怎么做。我联络凯凯的妈妈，让他们尽快过来。谢谢你。谢谢你才对，还好你细心，不然凯凯的问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现。这可能是职业病吧。连一个没有接触过的病人都这么关心，你这算是病入膏肓。喂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了？我家里出事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刚才我去买菜的时候，英姐不小心被热水烫伤了，我要下楼买药，她又不肯，所以我只好打电话给你。又不是断手断脚，大惊小怪。医院那么忙，你赶快走吧。看你的手都红成这样了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没那么严重，我这双手都是死皮，用水冲一下就没事了。英姐你好，我是护士，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他是我医院的同事，也是护士长，他叫淑芬。啊，还好没有起泡，我帮你擦点药吧，会有点痛。好，好。你真的很细心哎，难怪小老板一直夸你。小老板？啊，他是我带大的，我是他家佣人。哦。我从来没把你当成是佣人。他已经把你当成是家人啦。你跟小老板认识很多年了吧？是啊，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护士，我们都在同一个部门。他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的坏话？没有，他一直夸你呢，说你热心善良，病人又很喜欢你。
谢谢你帮我搞定英姐。她这个人比较固执，又爱逞强，我常常都拿她没办法。看得出你们感情很好，不然你也不会这么紧张她。我从小到大是她照顾的，她对我来说就是亲生母亲。你对她这么有心，我想她应该也把你当亲儿子了吧？现在的人都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像你这样有情有义又懂得感恩的，已经不多了。淑芬啊，这条手链我收藏了很多年，当年想要把它送给你，可惜迟了一步。我不想把它丢掉，也不想把它送给别人，因为它的主人在我的心目中有很重要的位置，没有人可以取代的。我不想再错过，能让我帮你戴上吗？太美了，可惜，美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。那是因为有些人不懂得珍惜，真正懂得欣赏它的人，一定会拼尽全力去爱护它，让它永远都那么美好。可惜一切都已经变样了。他受过伤，还留下疤痕。就算伤口好了，那道疤痕还是会让他记得以前的痛，想忘都忘不了。只要好好的护理，时间久了，伤疤也会淡化，甚至消失。那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。多久我都愿意。谢谢你祝我一路顺风，我也祝你未来的日子步步高升。你的辞职信我还没有交上去的。不是吧？你需要这么不舍得我吗？如果不想忙着帮我擦屁股的话，还是赶快把我这个瘟神送走吧。你完全不给我机会挽留你啊！我的心不在了，留着我这个人也没用。况且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。我第一天认识你的时候，你还不认识我。别眨眼，不要眨眼。哒啦，哒啦。耶，给你们了，啊，给你们了，来，哎呀，掉了，哎呀，以前我呢，也跟你们一样生病了，生了一场大病以后，我就不能再走路，整天要躺在床上，不能起来。所以为了要让我自己好起来，我就很努力的去学走路咯，学走路，学走啊，走啊，跌倒，又再爬起来，
是不是很痛？当然痛啊！可是我为了要会走、会跑、会跳，多痛我都要忍着，这样我才能够重新的站起来啊！你们要不要一起好起来啊？原来当时你也在场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我很多才多艺呢？你来面试的时候，我第一眼就认出你了。原来身体有残疾也有好处的，至少让人家不会忘记我。我看不到你的缺陷，我只看到你的爱心、上进心跟对病人的关心。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医生，所以来面试的时候，我马上选了你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失望了。不想让我失望就留下来。那些闲言闲语，我可以帮你摆平的。你觉得那些话对我会有杀伤力吗？那是因为 Mr. Wan 的缘故啊。当然不可能。我当年会重考医学院，是因为我清楚自己要走的路；现在离开问圣东，是因为我终于找到自己的方向，跟任何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看来不让你走都不行了。这就叫做新陈代谢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很正常的。希望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吃饭。三水有相逢，说不定以后我要靠你吃饭。有一个潜在的伤口，在无意的时候牵动多少感受。有一份春芳的温柔，深藏在我心头，就是说不出口。彼此现在的交涉，即使能还原，为生活超越了朋友。好想和你牵手，想和你牵手，或许你不明白我爱的感觉，爱的感觉还在心头。想